欢迎来到我们的六评论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首先，法国与中国联手发射了一颗天文卫星，这次合作旨在探索宇宙中最强大的爆炸现象。伽马射线暴，这是一次罕见的跨国合作，将为我们揭开宇宙的更多秘密。其次，社交媒体巨头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提交了大量法律文件，反击美国即将实施的禁令，称该法律违宪。这场法律战争将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五角大楼改变了对乌克兰使用美元武器的言辞，允许乌克兰在特定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反击从俄罗斯境内发动的攻击。这一政策变化将对战局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关注。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美国之音中文网，由法国和中国联合研制的天文卫星在6月22日成功发射升空，目标是探测宇宙中最强大的爆炸现象。这颗名为天基多波段空间变源监视器的卫星由两国工程师共同开发，搭载了4座仪器，将研究这些极其明亮的宇宙射线。伽马射线暴通常发生在巨大恒星爆炸或致密星融合后，释放出相当于10亿个太阳的能量。中法天文卫星的科学目标包括发现和快速定位伽马射线暴，并利用它们研究暗能量和宇宙的演化。法国天体物理研究所的专家指出，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的组成和演化。尽管这种级别的太空合作在中西方间相当罕见，但它显示了科学合作的巨大潜力。美国之音中文网名，TikTok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本周提交的法庭文件中，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一项可能实际禁止该服务的新法律是违宪的。这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将 TikTok 出售给非中国公司，否则必须停止在美国的业务。TikTok 美国拥有 1.7 亿用户，美国官员担心其中国所有权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公司认为这项法律对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权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侵犯。TikTok 表示出售其美国业务在技术和法律上都不可行，并指出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强制剥离其推荐引擎技术。尽管公司提出了多项解决方案，包括将数据存储在美国公司甲骨文的设备中，但这些努力未能达成协议。司法部则坚称这项法律是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关切。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五角大楼近日改变了有关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武器越境打击俄罗斯的言辞，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反击从俄罗斯境内发动的越境袭击，只要不使用远程弹药打击俄罗斯纵深领土即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这种反击是自卫行为，因此是合理的。这一政策改变回应了俄军从俄罗斯领土越境攻击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的行为。尽管美国呼吁乌克兰不要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政策没有改变，但这一新许可显然已延伸到乌克兰能够在任何地方反击试图入侵的俄军。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强调，这一政策改变是为了合理应对俄军的越境攻击。五角大楼的这一策略体了地理限制。五角大楼的这一策略调整显示了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灵活应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警告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若继续升级，可能会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强调，黎巴嫩不能成为另一个加沙，并呼吁双方立即减缓紧张局势。最近几周，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冲突加剧，导致边界两侧约10万人流离失所，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古特雷斯表示，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破坏，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避免局势恶化。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在努力阻止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在华盛顿会晤了以色列官员，讨论了这一威胁，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哈马斯在去年10月发动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加沙战争，导致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社区纷纷撤离居民。
美国官员表示，加沙停火可能有助于缓解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并强调不应进一步升级局势。以色列军队继续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展开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报告称，在拉法西部的马瓦基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遭到袭击，导致至少18人死亡。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与哈马斯战斗人员交战，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加沙立即停火，并释放所有人质。加沙的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以色列的袭击导致该地区缺乏法律和秩序，阻碍了援助的进入和分发。古特雷斯强调，迫切需要停火，以恢复最低限度的法律和秩序。美国之音中文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6月21日的电话简报会上宣布，俄罗斯愿意与美国进行安全会谈，但条件是必须讨论乌克兰冲突，特别是美国的直接卷入。佩斯科夫强调，美俄对话非常必要，因为全球安全架构存在很多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和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否认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等同于直接卷入冲突。白宫宣布将优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警告韩国不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否则将面临严厉后果。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了反击，攻击了俄罗斯南部和克里米亚的多个目标，导致俄罗斯方面的人员伤亡和设施损坏。联合早报位于巴西中西部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今年的火灾使得超过30万公顷的生物群落被烧毁，火灾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10倍。潘塔纳尔湿地有4700多种动植物，但火灾夺走了无数动物的生命，包括猴子、鳄鱼和蛇等。2020年的大火导致17万只脊椎动物死亡，今年的情况更为严重。湿地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每一次火灾都是对这片生物多样性宝库的重创。一外国公司的工程师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践行，他惊讶地发现许多人手上都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计步器，并且通过步行和睡眠获得积分奖励。虽然天气炎热，但滨海湾花园的树荫和微风使得整个过程相当惬意。参观新加坡资源永续展览馆后，这位荷兰友人对新加坡的长期稳定政治和环保项目表示羡慕。从计划设计到建成一个堤坝用了至少15年，植树环保运动也延续了超过60年。新加坡的怕输心理和危机感促使其对水源、能源、食物等国家安全问题保持高度重视，这让有人感到难以置信。联合早报报道了巴西班让码头船只碰撞导致燃油泄漏的事件。这次事故引发了多层次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民众健康、空气与食品质量等，涉及多个单位。然而，令人讶异的是，截至目前各部门都没有召开记者会来解释和应对。尽管如此，油污清理工作进展顺利，约1周后，一些受影响的公共公园如东海岸已没有明显异味。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政府的高效处理感到安心，继续过着正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看到清洁工团队穿着背心辛勤工作，便纷纷表达感谢和赞扬。然而，当油污染黑圣淘沙岛海岸的消息传播开来时，许多民众仍然感到惊讶和慌张，质疑为何没有及时控制油污影响范围，并希望尽绵薄之力让事态尽快好转。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团里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Turn the lights on screen. What's the latest scene? Just you and me, laugh and disagree. On the couch we sit, talk about the hits, news and bits and bits, chat through all the fits. 6-degree chess, gotta talk about that. Life
hear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our flick. 6 degree child.